我不知道这是不好的开始，还是命运的转折。每天早上，闹钟连响3遍，我才爬起来。窗外的天色总是灰蒙蒙的，和我的心情一样。挤进地铁，空气里混着汗味和咖啡香，我像空气一样，被人群推挤着前进。到了公司，刚坐下还没喝一口水，主管就把一叠文件丢到我桌上。黑竹，这些搞完再下班。我点头哈腰地接下，心里却在滴血。办公室里的同事们三三两两聊着天，偶尔有人朝我投来一个无奈的笑，那是同病相怜的眼神。我也笑笑，继续埋头苦干。其实我并不讨厌这种日子，至少有工资可以养活自己。只是有时候，这种毫无波澜的生活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活着。我的人生没存款，没房，没车，更没女朋友，标准三无青年。唯一的朋友是小爱，和我从小玩到大的女生。小爱是个可爱又漂亮的女生，长发及腰，笑起来有2个小酒窝。她很懂事，细心又善良，总能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及时出现。我常说她是我的人生支柱，没有她，我大概早就崩溃了。她会在我加班到深夜时，带着热奶茶和宵夜出现在楼下，边开玩笑说我都不会拒绝人，边陪我把剩下的工作做完。她也会在我失落时陪我去公园喂流浪猫狗，一边逗着猫咪，一边说着搞笑的段子，让我忍不住笑出声。我的兴趣不多，下班后除了偶尔陪小爱，就是宅在家打游戏。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路过公园时和那几只熟悉的流浪猫狗打招呼。有一只小橘猫最胆小，看到我总是先躲开，但只要我蹲下来轻声呼唤，它会慢慢靠近，舔舔我的手指。有时候我会把剩下的早餐面包撕给它们吃，看它们吃得满嘴都是渣，心情也会莫名变好。说真的，虽然孤独，但有这些小生命的陪伴，我觉得还能撑下去。有一次午休时，同事阿明偷偷递来一张彩票，黑竹，这是我们部门的幸运号码，说不定今天你就中大奖了。我苦笑着接过来，没说什么。下午开会时，主管突然点名让我报告进度，明明整个专案都是我在做，却因为紧张说错了一个数字，惹来一阵冷笑和责备。下班后大家都走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整理会议记录。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只流浪狗，无处可去。晚上，小爱照例来我家，她一进门就把水果和奶茶塞给我，边唠叨边替我收拾房间。你看看你，桌上这么乱，还有心情玩游戏。我缩着脖子躲到沙发上，笑着跟她撒娇，有你来就好了嘛。她翻个白眼，却还是把我的外套叠好，顺手帮我把猫咪零食收进柜子。她就是这么细心，连我都常常自嘲，有小爱在，我根本不用娶老婆了。她笑着吐我槽，你这样下去真的会一辈子单身哦。不过也好，我多一个人可以欺负。我们一边聊天，一边看着窗外下起小雨。她忽然问，你有没有什么梦想啊？我愣了一下，摇摇头，梦想这种东西早就被现实磨光了吧。她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没关系，有我在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就这样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直到那天一切都变了。那天傍晚，天气阴沉，雨点打在脸上，冰冰凉凉的。我加晚班，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路过那个熟悉的小巷口时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狗叫。我循声望去，只见一只小黑狗正缩在墙角，瑟瑟发抖。巷口的车流不断，有几辆车呼啸而过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过去时，小黑狗猛地冲上马路。那一瞬间，我什么都没想，直接冲过去把它抱起来。就在我把狗狗推到路边的刹那，一辆轿车擦着我的腿冲过去。我只觉得下半身一阵剧痛，整个人摔倒在地，意识渐渐模糊。最后的画面是小黑狗在我怀里发抖，还用舌头舔我的手指。醒来时，
我在医院的病房里，天花板的白光刺得我睁不开眼，头痛欲裂，腿上包着厚厚的绷带。房间里除了我，还有几个模糊的人影，他们低声交谈，有的穿着老旧的衣服，有的满脸愁容。我以为是同病房的家属，便礼貌地和他们点头，还问了问时间。他们看着我，嘴角带着奇异的笑意。你能看到我们？一个老太太轻声问。我愣住了，正要回话，护士推门进来。你在跟谁说话？我一回头，房里除了我，再没有其他人。我盯着空荡荡的病房，脊背发凉。难道刚才是幻觉？出院后，公司里一切如旧，主管照样冷眼相待，同事们依然把最麻烦的事丢给我。只是我开始发现，这个世界好像有些地方不一样了。有时在公园里，我会看到一个穿着旧式长衫的老人，坐在长椅上，低头自言自语。走近一看，他却突然消失。便利店里有个中年男人朝我招手，等我回头时，却又不见踪影。我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脑袋撞坏了。小爱听我说这些，只当我在开玩笑。你该不会开了阴阳眼吧？要不要帮我算算桃花运？他笑得前仰后合，还拍了拍我的背。别想太多了，可能是压力大吧。但这种错觉越来越频繁，每次我以为只是巧合，却总有那么一瞬间，会有人影从我的视线边缘一闪而过，或者有人用悠悠的声音在我耳边说话。有一次下班回家，天已经黑了，我经过一个小巷，背后突然传来脚步声。我停下，回头却什么都没有，心跳加快，快步离开。回到家，发现小爱给我留了讯息：今天我买了你爱吃的鸡排，放在冰箱，记得热来吃。我看着手机，心里一阵暖意。夜里我在沙发上玩游戏，外头的雨下得更大，窗外偶尔有闪电划过，把房间照得雪亮。突然，房间温度骤降，空气变得湿冷。我起身关窗，却发现窗边多了一个模糊的人影。那是一个年轻男子，衣服破旧，头发和脸上还沾着泥水，嘴角有斑斑血痕。他的眼神空洞，却紧紧盯着我。我吓得退后一步，差点撞翻椅子。他嘴唇颤抖，声音低沉沙哑：你能看到我吗？我的脑袋一片混乱，双手发抖。你是谁？你想干嘛？男子的脸上露出哀求的神色。我不是坏人，我死在这附近，没人发现我，连家人都不知道我已经不在。求你帮我一个忙。我吞了口水，结结巴巴地问：你是鬼？他点点头，脸上满是绝望与哀伤。我出意外死在这里，没人来找我，也没人记得我。只要你肯帮我通知我的家人，让他们知道我已经走了，我就能安心离开。求你！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，嘴唇发干，脚步发软。男子的身影在阴影里一点点消散，只剩下一股浓重的湿土气息和他最后那双怨怼的眼睛。我呆坐到天亮，脑海里反复回想着那一幕。这真的是命运的转折吗？还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？我开始明白，那场车祸不只是身体上的创伤，它让我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世界，让我成为了阴阳眼的主人。这一夜之后，我的人生再也回不去了。但男子留下的话深深困扰着我。他是谁？他的家人在哪里？我要怎么才能帮他完成心愿？还有，这只是第一个吗？以后还会有多少孤魂野鬼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？我不知道这是不好的开始，还是命运的转折，但我隐约感觉，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